北京今天开始降温了，但是我们还是怀揣着热情出来试车，就是这台春风的800NK 才能有这样的点燃我们热情的能力啊！我觉得，那这台车呢，自打它的概念版本出来之后呢，就备受关注。一方面呢，是这个国产这个双缸800级别的这样的一台明星车型，而且这台发动机的来历呢，大家不言而喻啊，肯定知道它的来历了。所以这台车集很多的优点和它的优势于一身。然后现在大家最关注的无非就是这车到底卖多少钱，以及这个车到底表现怎么样。那今天我们拿到这台800NK 的一台工程样车啊，看见没有？工程样车这4个字大概就值100万，因为这车很多东西都不是量产出来的，所以这个价值呢，它在100多万。你就不用抬杠啊！我跟你说，这个很多人觉得一台工程样车能值这么多钱吗？要不你自己做一台试一试，是吧？OK， 那说回这台车的一些配置吧，我先说一下简单的。发动机这方面呢，79cc 的这样一台双缸水冷直列双缸水冷发动机，然后它最大马力呢能做到100.6匹。最大扭力呢是在81牛米这样子，在这车上的表现是非常的暴力了，这个在后面的世界当中也可以展示来给大家看啊。然后整个车的架子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吊装发动机的这样的一个支架，这个很标准的 NK 系列的这样一个支架形式。当然了，跟这个它的近亲 Duke 系列也非常的相像，是不是？这个车的配置呢采用的是一个 KYB 的可调节的减震器，前后都可以调节，然后用的前后都是吸护的刹车。那轮圈呢是前后都是17，然后后面的尾胎达到了180的宽度。那这个在一台街车来讲，800cc 这种级别的街车来讲，是一个非常标准的配置。当然，跟它的这个表兄弟还是它表兄弟，也就是790 Duke 也非常的相像哈。那这个就不用多说了。那整个车的样式呢，大家能够看得到，现在就是它现在基本上这个样子呢，就是它成品车的样子了。虽然是工程样车，但外观上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了。排气的角度也比较高。而且这个排气的声浪呢，目前这台车来讲，声浪还是挺大的。个人觉得可能在量产车上，这个声音可能会控制一些。在其他的方面呢，这个车的坐姿啊，可以先讲一下。就是这个车坐上来之后呢，就很像我骑我那台690的 Duke 那种感觉的，特别紧凑，然后很小巧。不管是你在这样站立的时候，还是比如说这样夹着车的时候，就整个车能够感觉很容易就和你合为一体。然后你能很容易的清楚的知道我的后轮在什么位置，然后我的前轮在什么位置，转向压弯的时候呢，我大概离地还有多高啊？这种控制感呢是非常的强的，而且很顺手、很随身的感觉。那这是这个车轻量化的一个很大的效果吧。这个车整备质量才186公斤，是整备质量啊，不是干重186公斤。所以这个重量上来讲，不管是这种扶着车前后推行，还是说真正骑起来在弯道里面。在拐小弯的时候，你往下放的时候，这个重量感都是非常的轻的。然后在这里呢，这台车是一台基础配置的车型，然后它还有一个上升版本，叫高配版本。那高配版本比这台车多的呢，是比如说它前面的大液晶仪表，然后这个液晶仪表还带这个西灵这个系统，就是春风刚刚发布的那款那个人机交互的系统是带那个东西的。还有就是无钥匙启动啊，再加上转向阻尼这个钛齿，这些都是高配车型上才有的。那在低配车型上没有。另外呢，高配车型还多了一个双向的快速换挡，那在这个基础版上也是没有的。不过这台车基础版的配置呢，有一些还值得表扬，就是我觉得这一次看到春风的这个仪表的这个 UI 界面，真的是有了很大的进步。比如说比它之前的这个春风的800 ADV， 那这个仪表就已经好看了很多，而且界面精致了很多。另外就是在手把的这些操作按键上的质感上，这台车的这个质感也好了很多，按键的形式也变得高档了一些啊。就是像你看这个橡胶的质感，还有它的形状，这个包括这个5维键，这个都会好用，而且好看了很多。这台车标配了一个定速巡航，然后5维键呢可以进去设置一些菜单的基本功能，这个界面也好看了很多，而且反应的速度也比之前快了一些，带有蓝牙连接的功能，还能够切换不同的动力模式。那这个车呢，一共有3种的动力模式，一种呢是雨天，然后街道，然后就是运动。那这个动力模式在这里呢，我觉得是让我觉得印象很深刻的一点，就是它这台车的电脑写的程序上来讲，这动力模式真的是有不同的感受。我们先来用一个小实验啊，来告诉你这动力模式的区别，都不用骑，就在原地就可以。比如说现在我们先着车，顺便听一下它的声浪哈。比如现在我的模式是雨天模式，我用同样的油门幅度去拧油门，它的发动机反应是这样的。然后我切换到街道模式，这个似乎变化还不太大，对吧？但当你切换到运动模式的时候，
整个这个运动模式和之前2个模式的变化就截然的不同，它整个的油门的响应、发动机转速的那种跳跃是变得极为灵敏，比之前2个模式要明显灵敏了很多很多。当然了，在骑起来的感受也是这样子的。那这台车呢，重量很小，然后动力又很大，所以在骑起来的时候，你在加速感的时候，真是随心所欲，特别的顺手。想要加速的时候，在2档3档也好，只要油门一下去，这个车噌就会直接往前穿的这样的感觉，而且加速的时候也没有那种拖沓感，这个是这个轻巧的车型带来的好处啊。再有呢，就是在这个车辆在转弯的时候呢，车身的负担很小，然后这两个轮胎的抓地的感觉呢，你又能很清楚的感知得到，所以在弯道中你可以很清楚的去控制这台车的一个轨迹，这种感觉是非常爽的。还有一点呢，就是动力的表现上，这个尤其切换到这个运动模式之后，这个油门响应真的是让你这个欲罢不能的爽，尤其是这个油门一抖，小头一翘，这种感觉真的是太过瘾了，就是有种玩不够的感觉啊！就是你可以随时随地不用离合器，1档2档，只要速度配合合适，然后稍微控制点重心，油门一给，这车头哒就可以起来，这种感觉就是感觉瞬间自己的骑车技能都得到了提升。当然了，如果有机会的话，把这车骑到赛道里面去，或者骑到更适合的场地里面去，还能探一探它的极限。这个一方面是个人技术有限，第二方面是今天这台工程样车真的是得好好的保护，所以不太敢去做一些再往下试探的这样的一些动作，或者是压弯的角度了。所以就在今天这样的条件下的试驾体验感来讲呢，我觉得这台车真的是现在特别好玩，特别期待它的价格出现，然后让这台车的性价比真的可以上来。那这样的话，更多的人会很容易就感受到这个大马力的这种街车在日常行驶当中这种痛快感和淋漓畅快的那种感觉。那这个车呢，我觉得后面如果有机会啊，拿到商品车，在年后吧拿到商品车，甚至我可以拿出来，比如说找一找790 Duke、890 Duke，然后包括690 Duke和这台车一起放在一块儿，我们来比较一下它们的骑行感受是有多少的不同，又有多少的相同，那一定非常的好玩。